最近有一部韩国电影震碎了我的三观，甚至在上映的短短几天，警方就接到网友们对导演的大量举报，强烈要求严查导演，因为但凡还尚存一丁点道德的人类，都不可能导出这么变态的电影。最终经过数十次的删减才得以上映。看似一本正经的教授，开车时却不停偷看着女学生的大腿，导致就连闯了红灯都没有察觉。好在女学生善意提醒，빨간불인데그냥가요？教授的话就像是对女学生的某种暗示，毕竟他这次和教授见面，就是为了自己能进歌剧团的事。可不料教授刚和女孩吹完牛，身后的交警就突然追了上来。他告知教授刚刚闯了红灯，需要签一张罚单才行。可教授的态度却是蛮不讲理，因为他知道刚才的那段路根本没有监控。可交警似乎早有预料，直接拿出了教授闯红灯的录像。教授眼看证据确凿，立刻态度大变，笑脸相迎，并请求交警给自己签个轻一点的处罚，随便写个没系安全带就算了。이거안전벨트도안하셨네？眼看交警软硬不吃，教授当即就发怒了，毕竟不能在自己的女学生面前栽了面，但他也只能过过嘴瘾，最后还是在罚单上乖乖签字。之后的教授继续开车上路，而交警却抄近路来到了下一个红绿灯，随后用遥控器将信号灯改为红色，并用相机随时准备拍摄。可这次的教授非但没长记性，反而一脚油门再次闯了过去，并要下车窗对交警骂道：交警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？骑上摩托就追了上去，而教授为了躲避追赶，直接将车开进了一个岔路口。他成功躲过了身后的交警，可两人都没有注意到岔路口的牌子上赫然写着3个大字：恶人村。车上的教授还在为自己的机智沾沾自喜，殊不知他已经来到了绝对恶人的领地。终于两人在一处偏僻的小河边停下，教授告诉女孩要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女孩自然也明白对方的意思，随后打趣地回复道：너무조용해서사람이죽어도모르겠네요。걱정마안죽여。随后两人就低生火烤起了红薯。女孩聊起了之前音乐剧的面试，并试探着问教授自己能否通过，因为他对自己的歌唱功底实在是没有信心。教授顺势将手搭在女孩的肩膀，并假惺惺地安慰着她，在夸赞女孩歌声动人的同时，那只咸猪手也从肩膀滑到了腰部。接着教授就开始教女孩怎么用嘴巴准确发音，直到教授伸出了舌头，女孩这才反应过来。她迅速躲进车里并反锁了车门。教授眼看无计可施，只好对着女孩进行道歉，并答应让自己进车里绝不会再碰女孩一下。经过教授的一番连哄带骗，最终女孩还是相信了他。可就当教授意识到女孩不会再给自己机会时，直接兽性爆发朝女孩扑了过去，任凭女孩如何反抗都无济于事。慌乱中他摸到了一部手机，对着教授的脑袋就疯狂砸去，直到教授实在忍不住疼痛着才放开了女孩，而女孩也趁机逃了出来。等到教授再追出来时，女孩早已跑到了山上。不过老奸巨猾的教授并不着急，因为在这荒山野岭的，要不了多久女孩就一定还得回来，他只需在车上静静等待就行。可就在这时，空中突然掉下一只大雁，在地上扇动了2下翅膀便没了动静。还没等教授弄清是怎么回事，不远处就走下一个奇怪的男人，黢黑的皮肤加上一口焦黄的烂牙，手里还拎着一个带血的棒球棍，就像是从古代穿越来的山贼。教授意识到来者不善，便识趣地摇上了车窗，可对方似乎对自己并不感兴趣，而是站在大雁旁举起球棒蓄势待发，等待大雁起飞的瞬间直接空中击落。眼前的一幕让教授汗毛直立。可牛二的花样还不止于此，只见他从挎包里掏出一只老鼠，接着又抓了一大把的老鼠药，全部灌进了老鼠的嘴中，随后一边追赶着老鼠，一边等待着药效的发作。直到他玩累了，这才注意到教授的汽车。见牛二提着棒球棍朝自己走来，他赶忙反锁车门假装睡觉。好在隔着单向玻璃，牛二完全看不见里面，他甚至还往玻璃上涂了口唾沫，可任凭他怎么擦拭还是什么都看不见。突然教授注意到了副驾上女孩的内裤，赶忙将内裤藏了起来，生怕对方看到会给自己惹上什么麻烦。而牛二在窗前看了一会儿便失去了兴趣，转身来到火堆旁吃起了剩下的红薯。看到眼前的一幕，教授也终于松了口气，现在他只盼着女孩能早点回来，然后赶紧离开此地。可等了很久都没能再见女孩的身影。由于担心牛二再打起车子的主意，教授还是决定发动车子先行离开。可突然不远处冒出2个骑摩托的小混混，牛二当即就迎了上去。显然3人都是相互认识的熟人。牛二看麻袋里装着东西，当即就拿着棒球棍怼了几下，看里面没有动静，这才忍不住笑了出来。这时刚来的2个小混混也注意到了汽车，教授只好再次装睡，平头趴在挡风玻璃上，终于是隐约看到了里面的人影。红毛也上前说道：听说城里的有钱人都喜欢在车里自杀，为了弄清里面的人是否还活着，平头拿起一块小石头，却怎么也砸不开车玻璃。此时教授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，眼看砸不开车窗，红毛抱起来一块大石头，他费了半天竟爬到了车顶，刚准备破窗救人，不料车子却突然发动了起来，这把车外的3人都吓懵了，此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红毛死死扒在车顶上不敢动弹，教授一脚刹车将其甩下，可车子也因松软的沙土陷在了此地。没办法，教授只能强壮镇定下车理论，一时间还真把几个混混给唬住了。
可发抖的双手却让他原形毕露。平头见状一笑，示意牛儿在后面将教授一棒子敲晕。教授刚醒过来，他们就开始搜身，打算搜刮一些值钱的东西。红毛从兜里找到了一个铁盒子，两人立马争抢了起来。可他们都不识字，便开始猜测这里面装着的一定是面粉。平头哥用手指沾了一点品尝，而红毛则是学着电视里的样子用鼻子猛吸。이렇게 이 새끼야. 그거 용각산인데요. 听闻此言，平头哥立马就扔了出去，而牛儿看到这一幕却直接捡了回来。他先是将里面的哮喘药全部倒出，接着换上了自己兜里的老鼠药，这下终于有个能拿得出手的工具。殊不知他的这一举动将会害死人。两人没有得到有用的东西，随即又开始搜教授的身。教授怕兜里的三角裤被发现，便拿出名片想要转移话题，说自己是一名音乐教授，来这里只是为了呼吸点新鲜空气。两人听后只是嘲笑一番，而牛儿看到这一幕却激动了起来。他说这个大学教授他在电视上见过。三人还以为是遇到了电视里的名人，顿时全都兴奋了起来，对待教授的态度也变得礼貌有加。与此同时，女学生也逃到了一条小路上，正好有一辆电动车经过，女孩上前试探着请求帮忙。憨厚哥从没跟这么漂亮的女孩打过交道，一时间竟然腼腆了起来，迷迷糊糊的就答应对方要带她去车站。谁知没过一会儿又将她带回了山谷。原来他们都是附近村落的无业游民，一早就约好了来河边烤肉。而女孩见到两个混混和他们车上的麻袋后，顿时变得担心起来，因为刚刚她在逃走的路上就在树林里看到了惊悚的一幕。红毛和平头从摩托车上拖出一个麻袋，又从麻袋里倒出一个男孩，男孩似乎早就被吓破了胆，任凭两人如何捉弄他都不敢有丝毫反抗。看着眼前的男孩如此好欺负，两个混混更加的变本加厉，对着男孩不停地打，打累后又将他丢进了提前挖好的坑中，竟直接活埋了起来。此时的女孩早已被吓得躲在树后不敢出声，心中默默祈祷自己能够不被发现。两名混混在土坑旁聊了一会儿后，却发现被埋的男孩似乎没有了呼吸，他们生怕真的会闹出人命，立刻又慌里慌张地将男孩挖了出来，也不管男孩是死是活，绑在摩托车上就离开了现场。随后女孩又逃到了马路边，这才机缘巧合的又被带回了这里。在这里，女孩不仅再次见到了教授，还看到了刚刚活埋男孩的那两个混混，并且看他们恭维的样子，眼前的憨厚哥应该就是他们的老大。女孩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，回想到刚才埋人的场景，心中也不免担心起自己的安危。可憨厚哥并不知道女孩的担心，还邀请女孩和他们一起吃点烤肉，吃完之后再送她去车站。女孩虽然不太情愿，但又不敢拒绝。这时憨厚哥注意到了教授和他身旁的大笨，在了解完情况后便招呼几人帮忙推车。教授还以为是遇到了好心人，当憨厚哥脱下上衣露出身上的刀疤时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狠人。而被邀请到车里踩油门的女孩，趁着所有人都在专心推车时，急忙寻找自己遗漏在车里的内衣。如果这东西被他们发现，真不知会激起这群人何种可怕的兽性。可他们用力推了很久，车子却丝毫未动。憨厚哥只好给开拖车的朋友打去电话，让对方过来帮教授把车子拽出。当得知拖车过来的话还得1-2个小时，憨厚哥瞬间态度大变，暴怒起来。这一幕差点把教授吓尿，可对方挂断电话就立刻笑脸相迎，还十分热心的请他们一起吃了烤肉。女孩和教授对视过后，他们都心照不宣的假装不认识，以免再惹出其他祸端。女孩看着一旁的麻袋，吓得不敢说话。教授看着生吃猪肉的牛儿，也是迟迟不敢动筷。突然憨厚哥包了个1分熟的烤肉递给教授，迫于几人的淫威，他只好强忍着恶心吃了下去。随后憨厚哥又聊起了牛儿的故事，原来他在上学时被人打坏了脑子，如今只能靠杀猪来过日子。由于他每天都傻里傻气的，就连猪看见他都是一脸的不屑。听到憨厚哥接自己的老弟，牛儿当时就不乐意了，可对方只是一个眼神，他就又瞬间变回了一副老老实实的模样。就在气氛略显紧张时，憨厚哥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趁着他接电话的功夫，红毛和平头说起了悄悄话，他们猜测女孩可能没穿内裤，说完还跑到了女孩的身边，没话找话。幸好憨厚哥及时返回，这才替女孩解了围。此时的教授假装和女孩顺路，说等会儿把车拖出来可以带她一程。憨厚哥听了明显有些不高兴，但还是尊重女孩的选择。女孩明白尽管教授想对自己图谋不轨，但大概率也好过这些穷凶极恶的混混。于是女孩假装犹豫了一会儿，便说自己打算和教授一起走，就不用麻烦憨厚大哥了。可不料憨厚哥在听到这番话之后，却觉得女孩是看不上自己的摩托，脸色瞬间就冷了下来。可恰巧此时教授又说了句谢谢，这让他瞬间找到了发泄对象。뭐가 감사해요? 뭐가 감사하냐고요? 그러니까 씨발 뭐가 감사하냐고요? 教授也被对方的气势吓懵了逼，他愣在原地不敢作声。也恰在此时，摩托车上的麻袋突然掉了下来。虽然教授早就意识到了麻袋里装的可能是人，但真的看到后还是吃了一惊。而这名男孩的表现也明显是被混混们给欺负惯了，他不仅对几人的无理要求言听计从，甚至拿石头砸他都不会表现出丝毫不悦。憨厚哥觉得还不够过瘾，又命令男孩当众将裤子脱掉。女孩也终于忍不住出言劝阻，可越是如此，憨厚哥就越是兴奋，他竟然让男孩把内裤也脱了。女孩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，起身便打算逃走，
可还没走几步就被2个小弟又拉了回来。女孩见教授还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，便开始对他破口大骂，都是教授才将自己弄成了如此处境。听闻此言，憨厚哥也立刻明白了过来，原来女孩和教授早就认识。起初教授还在极力的否认，可当看到眼前的刀子时，还是立刻认怂了。此时的憨厚哥也不装了，他从胸口掏出了女孩的学生证，并说这是在教授的车里找到的。他自然也明白孤男寡女来这荒郊野岭的目的，为了惩罚这2个败坏之人，他先是安排2个小弟将女孩带进车里斗地主，而不喜欢女色的他则是想到了一个更好玩的，他让教授和男孩1对1的厮杀，谁赢了谁就能活着离开这里。将所有人的娱乐活动安排到位后，憨厚哥则是跳进河里游起了泳。 학생 제발 이러지 마. 이봐 학생. 教授本不想和男孩打架，可对方却为了逃离这里跟他殊死搏斗。由于男孩每天不是在挨打就是在挨打的路上，以至于他现在也很能打了。而生活不检点的教授早就体虚气衰，很快就被男孩揍得站不起身。此时的女孩在车里拼命挣扎，男孩回想起刚才他帮自己说过话，所以便当即冲过去打算解救女孩。他先是一板砖解决了在车窗看戏的女儿，平头哥听到声音立马走了出来。而男孩由于刚解决掉2个人，此时的他可以说是喜心大涨，面对平时最欺负他的平头也是丝毫不惧，只是略微出手就让对方半天站不起身，就连男孩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。随后3两下就彻底解决了平头，直到这时他才明白过来，原来他一直惧怕的平头也不过如此。红毛见平头被打趴在地，刚想要报仇，可他的战力还不如平头的一半，很快就被打得跪地求饶。此时的教授终于醒来，他趁着场面混乱连车子都不要了就落荒而逃。紧接着憨厚哥也游完了泳，接连打趴3人的男孩，直接就要挑战最终 BOSS。 殊不知憨厚哥之所以能当老大，肯定是有些真本事的。야, 세게 쳐야지 세게 자. 当老大的果然讲武德，他先是让男孩打了自己几拳，先不过瘾，甚至还给男孩递上了棒球棒。等憨厚哥玩够了，这才终于开始还手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眼前的男孩打起架来是真不要命。在男孩发疯般的锤击下，嚣张惯了的憨厚哥终于被打晕。随后男孩又在地上挖了几个大坑，将4个人的身子全都埋了进去，接着又取出摩托车里的汽油，全部浇在他们的头上，准备点灯泄愤。车上的女孩看到这一幕，连忙跑来劝他不要杀人，但男孩却已经忍了他们很久了。 기절할 때까지 술 먹어봤어? 기절할 때까지 술 먹고 깨어날 때까지 맞아봤어? 가래침 들어간 맘 먹어봤어? 살아있는 쥐새끼 먹어봤어? 女孩被对方的遭遇彻底震惊，殊不知在2人说话的同时，土里的憨厚哥已经醒了过来，他抄起铁铲就抡在了男孩的腿上，男孩被突如其来的剧痛疼得倒地不起，憨厚哥则是趁机快速摇晃着身体，打算从沙土中挣脱出来。剩下的3名小弟也陆续醒了过来，在几人的共同努力下，最终还是从沙土里爬了出来。憨厚哥抓住了要逃跑的女孩，女二则是发了疯子找男孩报仇，眼看男孩就要被活活打死，红毛立马上前阻拦，可本就脑子不好的牛二早已杀红了眼，一棍子就闷在了男孩的后脑，眼看闹出了人命，他们将2人都塞进了后备箱，准备把车挖出来一起扔进水库毁尸灭迹。此时教授也终于逃到了马路上，谁知拦下的却是上午刚得罪过的交警。好在交警并没有跟他过多计较，而是随着教授的指认回到了那个山谷。可来到此地却发现车和人早就不见踪影，交警以为对方还在耍自己，对着教授的肚子就是一脚。可就在他准备骑车离开时，不远处竟传来了一声枪响，准备毁尸灭迹的汽车突然侧翻，警察也被枪声吸引。不得不说这个少年的命还真硬，活埋棒打都死不了。眼看憨厚哥又拿着铁铲步步逼近，女孩颤抖着举起手枪对准了他，可憨厚哥却丝毫不慌，因为他断定女孩根本就不敢开枪，更是直接把自己的脑袋顶在了枪口。女孩见状也吓得闭上了眼睛，可就在她即将扣动扳机时，警察也循着枪声赶了过来，在女孩开枪的瞬间将憨厚哥扑倒，成功阻止了命案的发生。接着他一把夺过女孩手中的枪，发现地上重伤的男孩竟是自己的亲弟弟，手枪也是他偷交警的。他早就告诉过家人自己被几个恶人欺负，可身为警察的哥哥却对此不闻不问。而憨厚哥之所以敢欺负警察的弟弟，完全是为了报复当年的事。原来眼前的正义警察才是一切罪恶的根源。在上学期间，他是个比憨厚哥还要可恶的恶人，不仅把牛二活活打成了傻子，还在憨厚哥的身上留下了无数道伤疤。如今憨厚哥也只是将这份痛苦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弟弟而已。交警劝憨厚哥就此结束这一切，2人以后互不相欠。可憨厚哥却并不想就此罢休。 받은 거 돌려주려면 아직 멀었어요. 제가 옛날에 이순경님을 사랑했던 것만큼 현재도 절 사랑하게 만들 거예요. 저 정말 이순경님을 사랑했었거든요. 개처럼. 警察也意识到这件事并不会就此打住，掏出手铐就将憨厚哥锁了起来。此时的正义警察就像完全变了个人，
疯狂对着憨厚哥抽起了耳光，仿佛现在的他又变成了上学时的小混混。他想用当初的手段逼迫憨厚哥就此罢手，然而看着眼前已经陷入疯狂的警察，憨厚哥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虽然欺负他的小混混如今变成了警察，但他还是用自己的报复让对方再次变回了曾经的混混模样，心中的再一次支配了交警。身后的几个小弟看着曾经威风的大哥，没有一个敢上前帮忙，直到他被打得彻底晕厥，这才停下了手。随后他又将目标放在了3名小弟身上，还从牛二身上搜出了一个漂亮的药盒。他打开尝了一口，没想到这几个傻混混还能有这玩意儿。此时教授说那只是自己治哮喘的药粉，说着便抢了回去。警察尝了半天也觉得那并不是毒品，随后便背着弟弟送去了医院。憨厚哥也在几个小弟的搀扶下坐上了摩托。 저기요, 같이 안 갈래요? 터미널까지 태워다 주라니까. 都被揍成这样了，还在想着没事，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被打傻了。不久后，憨厚哥叫的那辆拖车终于到了，女孩在拖车司机的帮助下得救。路上，他们看到少年一个人趴在警车上，而他的哥哥则死在了水沟里。至于被牛二换过的那盒老鼠药，到现在都还在教授的身上。这个衣冠禽兽的下场可想而知。